究竟是平价的 NT 胶皮吸引人，还是奢华的 NT 胶皮令人向往？欢迎来到这一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全。今天我们来测试 NT 胶皮平价与高价的区别。平价的 NT 我使用804防糊胶皮，那谁会是它的对手呢？我选择跟它同样为软 NT 的 TTR Killer 当做对手。那这张 TTR Killer 之前有拍过了，有兴趣可以去影片清单观看。为了公平，我这次特别买了一支底板，让双方都能在一样的条件环境下测试。那这场比赛究竟谁才是挑战者？订阅好我的频道后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804防糊胶皮在挡球的时候其实蛮好挡的，因为它还是有明显的摩擦力，所以可以像平面胶皮一样借对方的旋转稳定挡回去，但同时回球比较正规，比较好预测。TTR Killer 的摩擦力比较低，比较难借旋转，需要依靠自身手法调整才能稳稳的挡回去。但回球的弧线比较平，速度也比较快。以稳定度、上手难度来比较，第一场的比赛是804防糊的胜利。但对于高阶的玩家来说，可能比较不买单，毕竟 TTR Killer 上限比较高，会打的人可以挡得更好。那我们接着测下一个。会喷啊！啊，喷出去了！804防糊胶皮在攻击的时候比较容易吃旋转，相反 TTR Killer 比较不吃旋转，更能随心所欲的进攻。那攻击这块部分毫无疑问是 TTR Killer 的胜利。翻条。我认为804更像是平面，用一般拨球的方式可以回击，但球很没有力，容易直接被打回来。好，换球在这边。但是用 TTR Killer 在起下旋球时，可以有比较突然的加速度，容易让对手来不及反应。体感上 TTR Killer 的成功率比较高，也比较有威胁。对。
你觉得它跟绿色那一面哪一个比较好打？我觉得绿色，绿色比较好打。它真的会吃撞，它黑色会吃撞。黑色真的会吃撞，而且是很明显的吃撞。我觉得804虽然是一张 NT， 但太多像平面胶皮的元素了。虽说不是很难打，但感觉就只是胶皮跟一般平面比起来比较没有摩擦力而已，给想体验 NT 的人玩玩，但玩不到太精髓的皮。找个位置坐吧。是，谢谢。找得到吗？两张皮都拿着不动，给他们上线球来看看对比。不一样，它会吃撞。我今天，对啊，它不会这么吃撞，黑色会吃。想真正体验 NT 胶皮的，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。另外，我来加码我最新使用的 NT 材料专家的 ESP 黑线板。那这次评测到这边，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给我。我是卷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这什么都没做。那这是你对啊。太猛了。先生，请问这力道可以吗？可以是不是？好哦。先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桌球选手是不是？也是啊，看起来蛮像一个胶皮的。不错不错。那就是胶皮啊。对，你这是胶皮哦。对。很明显，他们客人都不爽。我们这种高级发廊呢，都是要精修的。有含洗吗？没有，但有含吹啦。这已经剪不起了。你剪头发，留跟客人说这边剪不起。头没救了啦，怎么剪都一样了啦。还是我帮你理光头。我礼拜6下午。靠。